很多朋友每天半夜会自然醒，有一些到凌晨1点左右就醒了，有一些是到了凌晨3点左右就醒了。这种情况大家可以通过疏通相应经络来解决，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。凌晨1到3点早醒，多数是由于肝火旺盛、肝经不通所致。凌晨1到3点这段时间，精气流入到肝经，肝经不通，这段时间就醒了。这种情况，睡前要疏通肝经，准备2个经络拍，这样更省力，能深层渗透到身体里面。拍1次就顶用手拍3次。我们两脚心相对这样坐着，我们疏通肝经的大腿内侧这一段，就是偏中间的位置。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大腿根部往膝盖方向拍打。大腿内侧这一段是肝经上很容易淤堵的路线，大部分人疏通起来会觉得很疼。我们这样坚持拍打5分钟左右。我们疏通这一段的时候，有一个特别要疏通的点，就是阴包，它大概在髌底上4寸这个位置，大概就在这里。找到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侧重多疏通几下。阴包这个点位很容易淤堵，有很多人游太冲的时候游了很长时间，太冲就是没有感觉，就是因为气血在阴包这里被堵住了，没有到上面去。所以想要太冲有感觉的朋友，先要把阴包穴疏通开，气血才能抵达太冲穴。疏通完大腿内侧段的肝经，我们再拍一拍腋窝。肝有邪，聚于腋窝，我们手持经络拍，对准腋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左右的腋窝各拍打100下以上。如果是凌晨3到5点早醒的，这个时辰是肺经当令，也是肺功能最强的时候，因此肺火过旺、肺气不足、肺热等人群就容易醒来。这类人群直接疏通肺经就对了。拍打肺经，我们先找到肺经大概的循行路线。这里是锁骨，锁骨上面你会摸到一个窝，这里是肺经手穴云门中府所在的位置。我们沿着这里经手臂内侧前缘一直拍打到这里是鱼际。好，我现在完整的示范，从这里开始，沿着手臂内侧前缘到鱼际，好，再回来，又回来，拍打5到10分钟。多数3点到5点早醒的朋友，腕横纹上7寸这点就是孔椎的位置，会有明显的痛感，要侧重疏通一下，多拍打，要把这里的痛点疏通开。好，就这样疏通完一边的肺经后，我们再疏通另外一边。左右的肺经都疏通了，我们再来疏通一下脚窝。肺有邪，聚于脚窝，拍打脚窝也是用经络拍的头部对准脚窝面，稍稍用点力拍打。左右的脚窝各拍打100下以上。每天半夜会自然醒的朋友，把方法学会之后，赶紧跟着做起来。春天阳气动荡，很多人容易睡不好，容易半夜早醒，有些是在凌晨1点多醒来，有些人是在凌晨3点多就自动醒来，每天都这样，而且醒来总是大汗淋漓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下面我从经络的这个层面来跟大家分析这个问题。凌晨1到3点是肝经当令，这段时间身体的阳气升起来了，阳气要冲起来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肝经淤堵了，阳气就会受到阻碍，它冲不起来，就像是憋气一样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凌晨3到5点早醒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段时间是肺经当旺，这个时间段早醒就是肺气受到了阻碍，肺经不通畅，阳气受到了阻碍，怎么办呢？方法很简单，
如果是凌晨1到3点，我们可以坚持拍打腋窝，就有很好的帮助。我们可以用经络拍来拍打，先把腋窝展露出来，这里，然后拿经络拍，用拍子的头部对准整个腋窝，然后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拍打100下以上，然后我们再换另外一边的腋窝，也是拍打100下以下。疏通完腋窝，我们可以在睡前2个小时疏通一下大腿内侧你的肝经段。大腿内侧的肝经段，我们这样坐着，两脚心相对，整个大腿内侧就会展露出来。肝经段就在我们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。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腹股沟开始，一直往下拍打到脚踝。好，开始。就这样来回拍打，每次拍打5到10分钟，最好能拍打到大腿内侧有微微发热的感觉。如果是凌晨3到5点醒来，和肺有关，应该坚持疏通肘窝。疏通的方法，我们也是手持经络拍，对准肘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拍打100下以上，然后我们再换手，拍打到2个肘窝有微微发热的感觉为好。疏通完，如果有时间，大家最好还要疏通一下整条肺经。肺经从胸走手，从云门中府，就是这里，一直沿着手臂外侧前缘，一直到拇指。我们可以从云门中府这里开始拍打，然后沿着手臂前缘外侧拍打到鱼际，然后再回来拍打5分钟，然后再换手。也是拍打5分钟，方法是一样的。我手里的这款经络拍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，非常好用，不但可以疏通腋窝、肘窝，还可以疏通后背、四肢、腰腿等等，全身都可以疏通得到。还在这里加了我们特制的材料包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好，以上就是凌晨早醒的处理方法。好的睡眠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前提。如果你也是凌晨早醒，大家坚持疏通起来。睡眠质量不好对身体的影响很大。如果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，其实是从侧面反馈出身体的异常，要及时调养。有些人总在凌晨3、4点醒，一般暗示身体有4大问题。1、肺部的问题。我们的身体劳累了一天，夜晚是身体各个器官进行自我修复的时间。肺是晚上3点到5点的时候进行自我修复。如果你总在这个时间段自动醒来，可能就是肺出现了异常。2、脾胃的问题。脾不和则卧不安，脾胃不好或者吃得过饱会影响睡眠。3、神经的问题。现代人压力大，长期生活工作压力大，神经容易衰弱，影响了睡眠质量，就会经常半夜3到4点醒来，难以入睡。4、抑郁症问题。失眠和早醒导致睡不好，容易引起心情烦躁、心情郁闷，要引起重视。如果总在3点到4点早醒，首先要疏通一下一条经络，就是肺经。下面我教大家疏通肺经。肺经在我们的手臂外侧前缘，我们用空心拳
从这里云门中府的位置向手掌方向拍打，力度适中就可以了。沿着肺经的路线，有节奏的敲打。左右手的肺经各敲打5到10分钟。除了疏通肺经，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多梳头。睡前梳头有利于血脉通畅，可改善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在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，梳一梳头部，可使神经松弛，消除疲劳，有助于睡眠。我们用这个梳子来梳，用它的好处就是这个梳齿圆润宽大，能轻松穿过头发，不会伤害到你的头皮毛囊，还能够紧密的贴合头皮，更容易把经络上的瘀滞点疏通开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梳头的方法，我们先梳中间，中间有督脉和膀胱经，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这样一下一下的梳，疏通5分钟。然后我们再用2个梳子梳两侧，两侧有胆经，也是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反复的梳5分钟，梳到头皮微微发热就好。好，梳完头，我们还要点按一下耳朵后面的安眠穴。安眠穴是耳垂后凹陷与枕骨下凹陷连线的中点，就是翳风穴与风池穴连线的中点，就是这里。找到穴位，我们也是用梳子来点按，用梳子最大的这个圆齿来按，稍稍用力，以感觉有酸痛为宜。可以用2把梳子同时点按左右的安眠穴，每次点按5分钟。睡眠不好的朋友，晚上坚持泡脚非常好，水最好泡到小腿一半以上，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最好。良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前提，总是凌晨3、4点早醒的朋友，坚持按照上面的方法做，改善早醒非常有帮助。大家好，冬天一到，皮肤的问题就多起来，比如脚后跟干裂、小腿干痒、鱼鳞腿等等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脚后跟开裂这个问题。为什么脚后跟会开裂呢？原因是寒邪入侵脚后跟，导致膀胱经精气堵住了，下不去，然后上面的渗水下不来，这样脚后跟的水分就少了。遇到寒冷的时候，自然就容易开裂。脚后跟开裂可以用白醋泡脚这个方法。晚上泡脚的时候，倒入150毫升的食用白醋，水位要没过脚踝，泡10分钟左右。泡完后自然风干。除了白醋泡脚外，还可以拍打身上一处，引血下行，滋润双脚，预防脚后跟开裂。这个地方就是膀胱经的小腿部分，就是这一段。方法特别简单，我们手握空心拳，从腘窝处开始拍打，一直拍打到脚后跟上方就行。从上往下拍，每次拍打100下左右。睡前拍1次，起床后又拍1次，2条腿都要拍。如果你觉得拍起来很累，也可以用这个拍子来代替拍，这样既能解放双手，拍打起来还更加舒服，效果更加好。接着我们来说说小腿干痒这个问题。小腿干痒皆因寒气把经络凝滞了，气血运行没有那么顺畅，不能很好的滋润到小腿上的皮肤。我们人体自带了一个止痒三角区，
当小腿干痒的时候，我们不妨求助于它。这个三角区就是由血海、曲泉、百虫窝这3个穴位组成的。这里是血海、百虫窝、曲泉，就是这个三角区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扁灸罐对着整个三角区施灸，我们这样一盖住，刚刚好覆盖到整个三角区，感觉温暖舒适即可。左右脚的三角区各灸15分钟，灸到三角区有微微的潮红就行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最后我们来说说鱼鳞腿，很多人冬天皮肤比较干燥，抓一下就会飘雪花，像鱼鳞一样。对付鱼鳞腿，我们需要给皮肤补水，可以通过艾灸丰隆穴来给皮肤补水。丰隆穴在小腿外侧，外踝尖直上8寸，4横指3寸，再连一个4横指6寸，再连一个3横指8寸，距离胫骨前缘2横指，这里就是找到穴位，我们用扁灸罐对准穴位做温和灸，艾灸15分钟就行。左右腿的丰隆穴都要灸。好，平时我们也可以喝一点润燥粥来给气血润一下燥，顺便给皮肤补足足够的水分，让我们全身肌肤舒舒服服的过冬。这款润燥粥材料非常简单：红枣、山药、枸杞、百合、花生仁、核桃仁，每样取5到10克，清水洗净后浸泡30分钟，然后放在一起煮粥喝即可。好，腿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让我们把腿养得漂漂亮亮的，每天都会有个好心情。有很多人一到夏季就睡不好，主要是天气炎热，容易带动我们体内的心火呼呼的往上冒，心火下不去，肾水又上不来，人会感觉心情烦躁，心神不安，怎么都睡不着，这就是典型的心肾不交了。我们人体有2个部位，一旦把它们上下打通了，上可以泻心火，下可以调动肾水上行，2处合用，沟通心肾，祝你都有好睡眠。第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劳宫穴。劳宫穴我们这样讲，双手微握拳，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的所在。我们在刺激劳宫穴的时候，手掌摊平，另一只手的拇指指腹放在劳宫穴上，指尖上下用力掐按，力道以掌心产生酸痛发胀为效果最佳。要放松，再重复，要放松，再重复。可以先掐住3秒，要再放松1、2秒，反复的掐。掐按5分钟，做完一边手，我们再做另外一边手。长期坚持可以让漂浮于我们头面的心火下降，达到宁心安神、改善睡眠的作用。第2个部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板这里是有个人字纹的，在它的中点就是涌泉的区域了。我们找到一个大概的区域，然后我们用拇指稍稍用力的按住涌泉区，然后再旋转点揉，稍稍用力按5分钟。涌泉穴是肾经的原穴，对肾很好，一旦把它打通，它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生命力，从脚补到头。如果涌泉穴按起来没有弹性，像按在棉花上软绵绵的，说明肾气不足了。那么我们除了按揉，还要加上刮灸。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扁灸罐，刚才我已经点燃了艾柱，现在盖上盖子，
就可以刮灸了。用这个罐子的好处就是既能刮又能灸，疏通作用事半功倍。想要这个罐子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。左右脚的涌泉都点揉完，我们再来刮灸。拿着罐子对着涌泉的区域一下一下的刮灸，刮着刮着，你就会感觉到脚底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还有一股热流由涌泉穴向四周蔓延，延伸到腿部甚至全身，可以促使肾水上升，浇灭上炎的心火，这样心肾沟通，身体自然睡得安稳。左右脚的涌泉各刮灸10分钟。另外，有上热下寒的人也不妨多刮灸涌泉，平衡寒热。还有的人特别容易上火，吃点辛辣的，立即口舌生疮。还有平时喜欢艾灸的，但艾灸后动不动就上火的，这些都可以通过刮灸涌泉穴来达到引火归元的作用。无论是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，还是平常工作累了或者思虑多了，都可以刺激一下这2个部位，帮助我们的心神回归，充沛精力，让身心真正得到休息。你是不是经常出大汗，吃顿饭就大汗淋漓？出的汗就是比别人多。下面我教大家练习止汗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找到合谷，合谷在第一、第二指骨之间，第二指骨桡侧的中点处。好，这里就是找到后，我们开始点揉，用大拇指按住合谷穴，力往小指的方向发力，用力的按住，然后顺时针点揉、旋转点揉，点揉5到10分钟，然后再逆时针点揉5到10分钟。大家要记得这个发力的方向是往小指的方向发，不是垂直向下的。好，做完左边，我们再做右边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旋转点揉5到10分钟，先顺时针，然后再逆时针。好，做完后，我们再来找到我们脚上的点位，复溜。复溜在小腿的内侧面，我们先找到太溪的位置，太溪就在内踝尖和脚跟腱连线的中点啊，这里就是。然后我们再从太溪往上量3横指，也就是2寸的位置，这里就是复溜，它是贴着骨的边缘。好，找到位置，我们就用力压着，然后先顺时针旋转点揉5到10分钟，再逆时针旋转点揉5到10分钟，保持适度的宣胀痛感。左右脚都要按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坐着，左右脚的复溜同时按，先顺时针点揉5到10分钟，再逆时针点揉5到10分钟，就这样坚持点按这2个位置。每天可以多次做，做3、4次都没有问题。坚持按完后，你会觉得身体都会清爽舒服了很多。出汗多的朋友坚持做。汗为心之液，出汗多的人会越来越虚，越虚也会导致出汗更多，所以出汗多的人一定要及时把汗止住，坚持点揉这2个点位，你一定有收获。有些人经常便溏以及消化不好，吃一点点就饱胀难受，多数是考虑是脾虚的问题。虚就是缺的意思，虚一般都是会在身体的点位上出现凹的表现。如果脾有问题，它虚了，足三里这个位置会凹进去，就像地下水不足时，地面会坍塌，
一样的道理。足三里在我们腿上，外膝眼下3寸，就是四指的宽度，胫骨外侧1横指，这里就是足三里。你不妨看看你的足三里这里是不是也有凹陷的情况？如果有，怎么办呢？方法很简单，我们有空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拍打足三里，我们可以握拳，用拳点对着足三里的区域稍稍用力的拍打。这里的肉比较多，所以可以稍稍用力。每次拍打3到5分钟，每天可以多次。有空的时候就拍拍。会灸的朋友也可以灸一灸足三里，有非常好的作用。调理脾胃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也是一个懒人法，一个躺着就能调理脾胃的方法。这是养生名师南怀瑾毕生都在推崇的养脾胃的方法，就是用肚脐贴。准备花椒6、7颗，桂圆肉1个，艾绒少量。把这3样材料捣碎，然后搓成一个小丸子。晚上睡前放在肚脐上，要贴好胶布。第2天早上起床就取下来就可以了。艾草是纯阳之物，古人将太阳称为天之阳，艾叶称为地之阳。花椒去湿气的作用是调理中最强的，而且它可以通气。桂圆入脾心2经，3种材料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一股强大的健脾能量。我们在娘胎的时候，肚脐就是用来吸收营养的。现在我们把艾草、花椒、桂圆的能量组合在一起，放在肚脐眼上，被身体吸收了，对脾胃的作用是很明显的。我们现在已经为大家准备好现成的肚脐贴，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进入主页这里，点头像上面就有进入的窗口，一点进来就能看到了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好了，身体各个方面都会好起来。相反，脾胃不好，身体会越来越差。脾胃差、湿气重的朋友，赶紧跟着做起来。现代人脾胃差的很多，经常便溏，消化不好，吃一点点就肚子胀，肚子经常咕咕有水声，总想打嗝，小肚子凉，经常放屁等等，这些多数是脾虚的。我教大家一个简单判断自己是不是脾虚的方法。先找到自己的足三里，足三里在腿上，外膝眼下4横指，距离胫骨前缘1横中指，这里就是足三里。如果脾虚的人，最常见的就是足三里这里凹陷，凹进去一个窝。当地下水不足时，地面会塌陷。同样的道理，脾虚时，足三里这里也能看到凹陷。大家可以观察观察自己的足三里，看看是不是也有凹陷。如果凹陷怎么办呢？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敲打法。我们伸出手握拳，用拳指关节敲打足三里的区域，稍稍用点力，以感觉到酸胀微痛感为宜。每次敲打3到5分钟，左右脚的足三里都要做，早晚都可以拍。足三里是人体第1大长寿大穴，有肚腹三里留之说。民间还说常敲足三里胜吃老母鸡，就是因为足三里的功能很强大，和脾胃的关系最密切。大家平时多敲敲足三里，对脾胃的好处非常明显。脾虚除了敲，最好能补一补。怎么补？非常简单。南怀瑾大师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我们根据这个方法做成了一款现成的肚脐贴，把它贴在肚脐眼上，就能通过肚脐吸收能量，
补进脾胃了。这一款是我们自己制作的，一瓶是30粒，还给大家配备了30个专用贴布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。这个丸子的制作方法很简单，取花椒6、7颗，桂圆肉1个，艾绒少量，把这3样材料充分捣碎，然后搓成小团子就成了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做肚脐贴的选材一定要好，艾绒要保证是3年的陈耐，花椒、桂圆也要选择优质的原料，才能发挥它的独特作用。我们的肚脐贴都是采用优质的材料制作，还加入了生姜、白芷等。你收到后打开瓶盖，你会闻到满满的草本芳香，气味非常浓郁。越浓郁表示材料越好。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，睡前取出3粒，如果家里有白酒，先在肚脐上滴一滴白酒，然后把丸子放进肚脐眼里，再贴上胶布，好就可以了。剩下的2粒是贴在我们两脚的涌泉穴上，先把小丸子稍稍压扁，要贴在涌泉的区域。第2天早上起床取下来就可以了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脾胃很重要，需要的朋友赶紧贴起来。